你好，周先生。哎，你好，叶先生，你好。今天8月8号啊，现在是上午9点08分。国庆节的前夕。对，我在新加坡出局法院的门口，在访问周先生。周先生今天在这里干嘛呀？想做一点事情。这个事情是为我自己、为我的公司以及为我的装修界的同仁，更是为新加坡的全体人民做一点事。我认为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有人会歪曲报道，或者有人不理解，或者是有人不认同我的做法。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新加坡很多事情需要有人来做，才有改变，才有进步，是这样子。蛮积极正面的态度，但是你具体的说一说，以很简短的介绍，今天你要做的是什么事呢 ？OK， 这个我等一下要去本来是想在这边打算示威一下，因为我要指责一下新加坡的司法以及新加坡的法官啦。但是因为考虑到没有准证新加坡目前的言论空间和目前的民主的这个自由度，我今天打算就是先发这个 open letter 这个白皮书了，给在书记法庭的一些人这样。这个白皮书给民众是吗？给公众了。这个白皮书是里边有指责法官和法庭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负起责任来。因为新加坡很多事情，我们到国庆节的时候，我也是听一些政府其他部门还是司法部门，很多事情的处理办法是不了了之，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认真的对待每一个案件，对待每一个公民的一个诉求。周先生成为新加坡公民大概多少年了？大概也有几年了。几年了啊？但是在新加坡居住将近20年吧？差不多20年，18年这样子了。18年也是很多新加坡的朋友，然后在这边居住了很多朋友，我在这边落地生根了，我的孩子家庭都在这边，所以我落地生根，然后很多朋友我愿意融入这个社会，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享受这个事情。但是我本人来讲，我认为我还是要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因为我为什么要选择国庆节之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公民，我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出于一种正义和社会责任。我也是希望这个事情也是每个公民应该做的。我也呼吁每个公民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出一份力。具体的说一说，周先生是对法庭还是某位法官有些意见呢？还是是个案还是全面的呢？对我来讲，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个案，但是我的同行同业人都经历，很多人在经历过这个法庭的这个事情。同行同业是指一样，其实我们的行业是新加坡的装修行业。新加坡装修行业实际上我们做是不容易做的，大家是赚一点辛苦钱，就是不太很容易。但是媒体还有社会还有以至于司法对我们有偏见和不公正，所以说我做一点这样的事情，也是为主要的也是为我们装修行业讨一个公道。我们不希望法官和法庭能够偏袒某一方，我们只是需要得到一个公道。所谓公道，就是公众能够认可的一个好像怎样讲一个处理办法，一个解决办法。这是要公道。
而不是法官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心情去判案。因为我想说的这个法官，可能因为我在新加坡也是待了很久了，新加坡有这样的现象，我希望从这个点切入这个面。新加坡这个环境，就是这个司法环境能够改善，有更正面的、积极的司法精神，是吧？有它的对公众一个我认为是有很好的社会意义。你能具体的说一个个案吗？就是说，你个人所遭遇的个案，是不公平在什么地方的呢？不公平是这个个案我有报纸上有给我登了，大概有一半了。最主要的，我们同业的一个新加坡首次的一个请愿活动，一个请愿书，报纸媒体没有给我们登。因为我也是会讲新加坡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去报道、去评论这些司法的这些评判，这样变成没有一个舆论监督的一个司法所以说我这个本身这个 case 就是本身这个 case 我有组织所以我们的同业人去做一个请愿，就是对我们这个同业的，你的意思是说联名请愿是吧？一个不公平的请愿，我希望在此也要曝光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一个无赖，他吃了就是我们做的东西，他不要付钱，还要向我们讨一笔钱，法官就偏袒这样的无赖，然后变成无赖拿到这样免费的午餐，还要赚了一笔钱，他更加嚣张。所以说这个社会社会风气变成这样子，任由这样的无赖横行，我们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也是对我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气，我们去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怎样把这个丑恶的现象把它揭露出来，也是要做一点事情。这是一个多方面。周先生说的是说一个装修客户是吧？对，我说的是个装修客户。他没有付你钱，然后还向你要钱。对，基本上我讲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公理啦，普通一个公道一个公理，就是基本上是他得到了一份免费的午餐，不要付我们午餐的钱，还要向我们拿一笔钱。向我们公司拿一笔钱，敲诈一笔钱，然后什么理由借口呢？他讲那个午餐不好吃。结果法官和法庭他们自己表示他要站在顾客一边，而不是他们。我认为这是很荒谬的事情。法官的职责应该是主持公正、主持公道，为什么还要去偏袒顾客一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加坡司法的一个误区。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要处理不了，还要我上高庭处理。法官是怎么判的呢？顾客拿到了免费的午餐，然后他要把这个午餐还要自己丢掉它，还要向我们公司付他一笔丢掉的费用。免费午餐得到了，然后还向我们公司敲诈了一笔钱，结果是这样，他嫌午餐不好吃，最后他还是吃掉了它。吃下了肚子，然后要再索赔是吧？对，就是到你的餐馆里吃掉了你的免费午餐，然后在餐馆再拿一笔钱他回家了。这跟强盗一样，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在新加坡这个优雅社会上能够容忍吗？我们不可以容忍这样的事情。我们姑息养奸，迁就这样的无赖，在新加坡我们的社会变得非常的丑恶。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我们要把它讲出来，我要面对它，我们要去解决它。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用我们的方法呼吁。我这次来也是要唤醒这个司法部门，尽他们
的社会责任。我重复的说一说你所说的东西，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客户，要你装修，没付你钱，然后说不满意，再让法庭判你赔偿他，是不是 ？OK， 他是 OK 就是说他一共5000块钱的地砖，而让我们给他6000块钱，地砖他不要付钱，而且另外一笔钱1000块钱是他自己。我变成消费者，我现在还是消费者，我给他了1000块钱，让他把所有的地砖敲下来。他有敲吗？没有敲了。这个记者也是，那就是想用那个免费的地砖，然后再拿了你1000块钱。对，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他这是法院的判决。这是法院的，因为法院上没有命令，没有写清楚，法庭给了我一个简陋、粗暴和不公正的一个判决。是什么法院？是小额索偿法庭。这个法官叫On Pei Miss On Pei。所以我这边有写给法官那个 open letter， 让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让法官尽职尽责。法官判你给他1000块，但是没有判他需要去用这1000块把地砖敲掉，是吧？对，这个事情我已经联合我的几百间的装修的同业者，请愿法庭只是要他把这个他的判决写清楚。我呈上的请愿书只是让他写清楚，就是判他就是我们已经付了这个你敲掉的钱了，砖钱我们也全部退还你了，把他的砖敲掉他。我们的请愿只是这一点而已，这对我们就是一个保障。不然我的同业讲，下次这个无赖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得到免费的汽车，赚一笔钱，免费的房子再赚一笔钱，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用付钱去消费了，而且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拿到免费的东西，还赚一笔钱，大家不用工作了。这是一个社会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肯定得不到公众的认可。但是法官不懂我刚才所讲的，法官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意愿甚至他们自己讲要站在消费者一边。我这个有写可笑的是，变成我们公司变成了消费者，我们公司付了一笔敲掉的费用给这个无赖顾客但是因为法庭没有命令他一定敲，所以他不要敲。这个记者有访问过他，有登在报纸我们也是敦促他敲，他不要敲，因为法官没有命令他敲。我们去找法官就是我们来到法庭，我们本来是想得到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决，得到一个因为新加坡的司法一直标榜为全球最公平、最透明、最公正的法律、最健全的法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样，所以说我希望把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我这个可以，我的言论也是为公众负责。我可以把你这个访谈登在就是 YouTube 视频，给公众看你这个视频。你还有什么话补充吗？ OK， 我在国庆节的前夕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新移民，我应该做的一个本分，做我应尽的一个职责，为这个社会，为我刚才说，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为我给我本人一个交代，这个事情给社会一个交代，司法做了什么事情，给全社会的新加坡的人民一个交代，这是我作为一个新公民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我希望每个新加坡人都要有这么一份有在国庆节的时候有这么一份这样
样的思想。然后呢，我们不是在口头念信约的时候讲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民主的一个国家，而是我们要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去做这个事情。我是想今天算是带个头吧，做一个这样我觉得是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周先生今天带了一面国旗是吧？带了一面国旗，因为也是国旗是在我的心中这样子。现在我也是。那你把国旗展示在镜头前面吧。好，谢谢你。